Hello， 朋友們好，我現在是在印尼的吉利群島。今天要從吉利群島前往一個非常著名的網紅地——佩尼達島。相信很多人對佩尼達島一點都不陌生。那麼今天就看一下它是不是真的如網上所說的那麼漂亮，那麼好玩。偏偏在我走的這一天，藍天白雲，這天也太藍了。這個天一旦藍海水就特別漂亮。這就是吉利島的海邊的躺平勝地，可以說這沿着海的一圈都是餐館。今天的海真的太好看了，無敵的好看。現在是雨季我在吉利島的10來天以來，有一半的時間基本上都是陰雨天氣。這個時候要站在海邊，喝着小飲料，看着大海，發着呆。無聊的時候可以下海游個泳。這生活美滋滋。現在我們要往碼頭的方向走去。從吉利島到佩尼達的船，我是在網絡上面預訂的，價格是118。其實呢，你們隨便可以過來，在碼頭附近隨便找一家店，可以講價到25萬，大概就是人民幣106左右。像這樣的小攤攤都是賣船票的。可以 look。在網上買的票要先進行換票一下。其實我更推薦過來直接買票，一個是價格更便宜，第二個是也方便一點。反正網上買的票還是需要換票的。黃色的是人的，藍色的是行李的。每次我在海島玩，走的時候永遠都是最漂亮的，天氣最好的。這裡面還要搞一張紙。Hello, excuse me. For the taxi? How many people? One. OK， 它這個應該是島的一個門票錢。拜拜。Let's boat. Let's boat. Where are you going, Penida? 佩尼達。Penida. 我的船票的時間是1點的，現在是12點半，等於說要在這裡曬半個小時的太陽嗎？船已經開過來了。上來了。這裡面是這樣的一個座位，雙排，一排4個，這一排3個。坐船嘛，要坐在後面，可能會比較好一點。今天的船會比較晃。這個船程大概是2個小時。午餐要不要吃暈船藥？我是帶着暈船藥的，待會兒再看看吧。可今天浪好像不是很大。走了，要離開吉利島嘍。哇，1點不到就發船啦！如果你們要坐這個船的話，還是要早點過來。太不靠譜了，這麼早就發船了。4點了，終於快到了。到佩尼達了。佩尼達有2個碼頭，一個是東碼頭，一個是西碼頭。我們是在西碼頭登陸的，最繁忙的區域也就在這個西碼頭附近。佩尼達到這裡一出來，非常多人叫 taxi 摩托的。這裡還有一個租摩托的地方。不誇張的說，你會被問1萬遍要不要摩托。出狀況了，現在的朋友們，我剛才過來就問了一圈，就是本來想提早預定一下明天去往巴厘島的船票，然後問了一下，他說明天是他們一個重大的一個慶典，所以呢就是很多船是不開了，很多時間點是不開。那明天開的时间点只有早上的10點和下午的4點和5點。那下午肯定是不行了，因為我是晚上的飛機。所以呢，早上的10點的話，我在這個島呢也沒有玩的什麼東西，就是現在已經是快5點了，現在出去什麼精靈墜崖什麼，時間肯定也是不夠了。這裡現場買的船票要比網絡上面要貴很多，是15萬，折合人民幣就是60。如果是在 Klook 網上買的話，可能就36塊錢。但是 Klook 只能買明天的，這樣呢要馬上做決定，因為最後一班船呢是今天5點的。我要麼是今天過去，就是我放棄佩尼達的行程，
然后要麼是明天下午的話，如果趕飛機的話就比較匆忙。經過我的慎重考慮，我還是決定放棄佩尼達了。Hello, today 5 o'clock go to Bali. Today. Okay. 這邊只能用現金，還好我剩的錢還夠。本來我想好好的玩一下佩尼達的，沒有想到，沒有緣分。這個在碼頭邊上有一些餐廳。然後我就坐下來，點了一杯意麵，休息一會兒。今天真的是累死了，累死了。然後今天一整天啊，我就吃了一塊麵包和一杯牛奶。現在已經是下午的6點半了，就是餓得已經兩眼昏花。但我沒有想到碼頭邊上這個小店做的還可以。在海島久了，我突然間有一種進城的感覺。雖然它是用紙盒裝的，但是看起來味道還不錯的樣子。這就是我的晚餐。餓的時候吃什麼都是頂級美味。吃好喝好之後呢，咱們打一輛車到今天我住的青旅。回到巴厘島之後，我有一種進城的感覺，真的這裡的生活還是更便利一點。我生活質量好的地方，海水就不行；海水好的地方，生活質量就不好。哎呀，真的好矛盾。今天晚上是住巴厘島的庫塔，離機場就1公里，明天可以走路去機場。然後今天也是我訂了一個青旅，感覺這個青旅還不錯哦，外面還有一個游泳池呢，這水也挺乾淨的。印尼海島旅行最不缺就是游泳池，到處都有游泳池。哎呀，先辦入住先。哇，這裡面的公區也不錯。OK，Thank you. No locker. No locker. It's okay. Okay. 這個床位好啊。然後這一間是4張床的，這樣子的一個4張床。朋友們好，今天是第2天了。我現在呢位置是在印尼的巴厘島。昨天本來想去佩尼達的，然後是後面呢問了一下，今天就是床票的時間，後面臨時決定來到這個巴厘島，因為今天晚上咱們的機票要飛往另外一個國家。所以今天咱們就簡單逛一逛這個區域吧。這裡是巴厘島的庫塔。咱們巴厘島的行程啊，是從庫塔開始，也從庫塔結束。我前後我在巴厘島啊，大概有待了20來天，24天左右。我們再來複習一下這個巴厘島。前面這個呢，就是巴厘島印度教的一個神。然後巴厘島啊，跟整個印尼它的信仰是不一樣，它是信仰印度教的，所以你可以在這邊可以看到很多在印尼不一樣的一些元素。我昨天晚上居住的地方是離機場只有1公里，所以今天晚上我只要背着行李走過去就可以了。然後青旅出来這一條街，我在地圖上看它是屬於比較繁忙的一條街，所以咱們來溜達溜達。我準備先找個地方先吃點東西。我覺得庫塔這個區域應該算是整個巴厘島開發最早的一個區域，也是物價相對比較低的一個區域了。如果你們覺得倉谷啊、水民啊、奧魯瓦图物價高的話，可以考慮庫塔。但是呢，庫塔有個問題，因為開發的比較早吧，它就是人會比較多，也比較亂。還有呢，就是可能酒店啊、設施啊都會比較陳舊一點。就是巴厘島的整體酒店啊，如果要住稍微好一點的酒店，它的價格不便宜。像那種度假酒店，少說呢也得500-600，如果往多了去啊，可能1-2萬都有。我很不明白的一點，巴厘島這麼熱，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坐在戶外呢？很多這種戶外的餐廳，可能白人都比較喜歡曬太陽吧。我們來吃一下這家店，這家好像是個日料。Hello。Yes。OK。這裡面有空調，太好了。這看起來還算好吃，然後這個價格嘛不算很便宜，但是也能接受。這是白人餐，然後這個是有三文魚什麼的，其實也是白人餐。這頓估計要花掉14萬。
大概折合人民幣的話就是50-60塊錢。但是啊，如果同样的东西在昌谷或者是水明漾或者是乌鲁瓦图这些高端度假区的话，可能要到了70-80人民币。他刚才推荐我喝椰子汁，没想到这么大一个椰子跟我的脸比一下，是我的脸瞬间小了。哇，冰过的椰子好爽！三文魚卷卷來了，它這個上面撒了一些芝士，還有魚子。醬太甜膩了，還是不要醬會比較好吃。哇，芥末的味道會沖淡甜膩的味道。但我去完東帝汶第2次入境印尼的時候，又待了20天。要不是因為我着急去的下一個國家，可能我待的還要更久。很可惜，咱們這次沒有去體驗一下高端的酒店、高端的度假酒店，這裡挺多的。印度教的祈福的裝飾。巴厘島它分好幾個區域，其實說大不大，說小它也不小。而且呢，就跨區域活動啊，特別麻煩，因為他們這個交通啊，特別不好。還有一點要提醒大家啊，其實，在印尼它也是可以刷支付寶的，就是要付款的時候，你要問他能不能用 QR code， 基本上他們那個刷卡機上面可以調出付款的二維碼，刷那個二維碼就可以付款了。巴厘島傳統的建築風格，複習一下，然後咱們再看看巴厘島的交通狀況。堵，因為他們這裡的路啊太小了，然後這裡呢又是摩托車跟機動車混行。巴厘島的大部分餐廳還是以白人餐為主，像這種地方你就可以訂一些一日遊啊什麼，或者是船票、車票。然後會要佩尼達 ，and 佩尼達。1350, I give you 30%. Make it this one, eh? 啊，95萬。大概你在這個巴厘島上就可以包400人民幣左右一日遊，如果是2個人以上，可以包東西線都可以去。如果是1個人的話，那只有西線了，因為西線包的人比較多一點。但我覺得這個價格還有講價的空間，因為他剛才使勁的留住我，要我給一個價格，永遠都是在堵車，堵。超市雖然賣的東西貴一點，但是有很多東西。我願稱之為白人超市，它很多東西啊都是為白人準備的。這可頌看起來好好吃啊！這個超市呢，在昌谷那期視頻咱們也拍過了，物價稍貴，但是啥都有，也有賣一些小果切。在印尼街頭也有很多果切，但是很多果切呢，他們沒有用冰塊去保鮮，在超市裡面呢，好歹在冰櫃裡面，應該算是比較新鮮吧，只能說比較。有一次在街上買了一個果切，然後呢回去一吃，哎呦拉肚子了。印尼這裡的普遍啊，食品衛生都做得不太好，所以呢你們盡量不要去吃太多街頭的食物。印尼的這款小麥汁好好喝，檸檬味的。我買一個密碼鎖，不然我的密碼鎖給掉了。18萬相當於人民幣的80塊錢了，或者我還得買個枕頭，因為今天晚上是6個小時的飛機。那個鏡枕一個要200人民幣，沒辦法呀，總得用啊，對不對？不然的話，就是很難在公共交通上面入睡。國內的價格可能也就50-60塊錢吧。我這出門在外旅行啊，小東西一直丟，那個枕頭呢就已經弄丟了好幾個了。有的時候是在大巴上面睡覺的時候，醒來的時候忘記收起來了；有的時候呢是掛在包包上面，不知道為什麼就突然間就消失了。還真別說，印度教的這些雕刻還真的是很好看，不管是過去在吳哥時期的，還是現在的。我在這邊發現了一個榴蓮湯。這邊寫着一個榴蓮100K。Hello， 榴蓮 how much？ 哇，這個賣100K 都已經
就是賣相很不好。这里还有一个榴蓮小攤，看当地人在吃，不知道它的价格怎麼樣。因為我身上只有5萬的現金了。50. It's okay? 50.这個可以，這個可以 ，OK， 50。但是我只能蹲在路邊吃了啊。Yeah, very good. 哦 ，OK， 試試看，蹲在路邊吃。還可以，馬來剛拌的水餃。最後那一堆，他給本地人是5萬3個，然後給我就是5萬1個，我不開心就走開了，要把我叫回來。然後大個一點的攤攤，他願意給我5萬1個，也算是解饞了。好了，今天其實算是水了一期，我知道你們會原諒我的，對不對？咱們下一期非常的精彩，下個視頻見。我正在環球旅行第17國印度尼西亞，歡迎你持續觀看我的環球旅行紀錄片。下個視頻帶你們解鎖新的國家，拜拜。